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。现在已经是快到4月份了，又到了我们开始准备种菜的最好的时候了。最近天气也是特别好，你看地里已经有很多的蚯蚓了。我呢也在我的地里做了很多的工作，包括翻土、晒土，整理一些枯枝烂叶。我呢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，如果在温哥华的朋友对种菜感兴趣的话，欢迎加入我们温哥华的种菜群，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我们一些种菜的时间啊，还有技巧之类的。现在大家看到呢，就是我今年育苗的这个生菜啊，我每年的生菜都种很多的品种，然后生菜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种的特别好种的懒人蔬菜。它是品种特别多，以前给大家介绍过啊，然后我们很多品种也都种过，然后最大的特点是不招虫子，然后长出来的菜呢水灵灵的，特别的新鲜啊，不像在超市买完了那个生菜之后呢，那叶子都黑了，都蔫了，是吧？自己种的菜呢，随吃随摘，掰外面的叶子吃，然后中间的芯呢又可以接着长，只要天气允许的话。那以前呢，我播种生菜的方法呢，就是在这个平整的土地上直接杵一个洞，然后在里面呢撒2到3粒种子，让它直接发芽。或者是呢，我以前呢也用水培的方法种过生菜啊，以前的视频都介绍过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是一个懒人的种生菜的方法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容器当中，底下是没有洞的啊，然后放上这个育苗土 potting mix， 然后直接撒上这个生菜的种子，让它在室内温暖的地方育苗灯下先让它发芽。可以看到现在它已经有很多都长出来针叶了，所以呢今天就准备把它移栽到室外了。那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实际上我这里的天气现在才刚刚回暖，如果是之前2个星期之前呢，我直接把种子撒在地里的话呢，那室外的温度呢还太低了，靠它自然的这个温度发芽会非常的慢。那我在室内的话，让它育这个苗，室内温度比较高，所以它这个育苗的速度会比较快，直接把这个发了芽的这个长出来的小苗直接移栽到地里的话呢，它就会节省很多的时间。这样的话呢，除了这一轮的生菜之外呢，也许我们今年春天还能种下一轮的生菜。那这个生菜呢，其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蔬菜，它的特点呢就是特别的喜欢水，所以呢适合春天雨水比较多的地区。像我在这里温哥华呢，就特别适合种生菜，所以推荐温哥华的朋友啊，一定要现在就开始种生菜了。如果你现在看到我视频，现在开始准备也绝对来得及啊！直接撒种子也行，室内育苗也可以。当然，如果你要直接外面撒种子的话呢，如果气温还比较低的话呢，可以稍微盖一个简易的暖棚，让它出了这个苗之后，就马上把暖棚摘掉。现在这个气温已经这个阳光都是没有问题了。然后生菜最大的特点，它特别喜欢水。以前呢，我也跟大家介绍过，就是在这个生菜啊，把它水培，它的根完全泡在水里，它都能长得非常的好，只要营养跟得上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生菜它泡不烂。而且呢，春天怎么下雨都不怕，而且还没有虫子，所以建议朋友们一定要试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就把刚才那一盆室内育的生菜小苗移栽到地里。我这个间距呢，每棵之间大概是10厘米，然后就把这个小苗呢带一点的土，整个把它放在那个挖的这个小洞里面，然后把它埋好。然后再浇上水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些小苗都移栽完了，然后这个呢，其实还是有点密的。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，这2天气温呢都是比较低的，这些小苗还都能活下来，所以这个生菜是非常抗冻的。如果它以后再长得更好一些呢，可能还要再进行一些间苗。一般的话，这一行的话，种3颗就差不多了。那现在呢，还是我种了大概有6颗左右。所以如果它长的地方不够的话呢，还需要再把多余的给拔掉。我现在这里的气温呢，前几天还可以，都白天10几度了，但是这2天其实气温挺低的，白天只有5、6度，然后明天呢也会有零下1度。
那这些小苗呢，以我这么多年种菜的经验来看呢，都是没问题的，是肯定能扛过来的。偶尔一天零下1度是没问题的。然后过了明天之后呢，我们这儿气温就会回升到白天15、16度了，所以这些生菜呢就能够长得很好了。所以还没有种青菜或者生菜的朋友呢，赶紧抓紧时间种吧。这边也是种的都是红叶绿叶的生菜，都混在一起了。